今日放咗工咧，就同朋友嚟坐呢個曼克頓嘅環島遊輪，喺條河嗰度睇呢個紐約嘅風景。咁但係就撞正呢個加拿大嘅山火，嗰啲煙就吹咗嚟紐約市，搞到紐約今日周圍都係灰蒙蒙一片。咁呢隻船咧就係喺83號碼頭，即係西42街行到最篤嘅83號碼頭嗰度上船嘅。咁而家開咗船之後咧，架船就向南行，沿住呢個Hudson River 向南行。咁眼前見到嘅咧就係紐約新起嘅一座新區啦，一座新嘅商業區啦，就係呢個Hudson Yard啦。曼克頓小島公園 Little Island 位於赫德遜河旁邊，係一座起喺55號碼頭上面嘅人工島公園，以132座鬱金香營運鹽土支柱托起，造型獨特。佢喺2021年正式對外開放，成為紐約嘅新興地標之一。Hoboken 車站喺1907年啟用，喺跨越赫德遜河嘅鐵路以及公路隧道仲未普及之前呢，係紐約同新澤西州之間最重要嘅鐵路以及渡輪嘅轉運樞紐。當時來自美國西部以及新澤西州嘅旅客呢，需要首先嚟到 Hoboken 呢度，然後再轉搭渡輪橫越赫德遜河前往紐約。而家每日仍然有超過5萬名乘客使用呢座8年車站，繼續肩負起連接紐約以及新澤西兩州嘅重要通勤功能。曼克頓下城區係紐約市嘅歷史發源地。17世紀荷蘭人喺呢度建立新亞姆斯特丹 New Amsterdam， 奠定咗今日紐約嘅城市基礎。美國獨立之後呢，紐約曾經一度成為國家嘅首都。華盛頓亦都喺華爾街嘅聯邦國家紀念堂宣誓就任第一任總統。之後嘅200幾年間，下城區逐漸發展成為全國嘅商業以及金融中心。今日華爾街、紐約證券交易所以及世界貿易中心都坐落喺呢度，令到曼克頓下城區成為兼具殖民歷史、建國象徵以及全球金融地位嘅重要地區。世界貿易中心1號大樓 One World Trade Center 係911恐怖襲擊之後重建世貿中心嘅核心建築，象徵紐約同埋美國浴火重生嘅精神。大樓喺2006年動工，2014年正式啟用，樓高1776英尺，寓意1776年美國發表嘅獨立宣言，係美國以及西半球最高嘅摩天大樓。大樓旁邊設有911國家紀念館以及博物館，紀念恐襲裏面罹難嘅近3000名死難者。而家佢既係紐約重要嘅商業中心，亦都係象徵自由、堅韌以及希望嘅世界級地標。橙色嘅呢啲船呢，就係著名嘅史德頓島渡輪 Staten Island Ferry， 由紐約市交通局營運，免費往返曼克頓以及史德頓島，每年載運大概1900萬名乘客，係紐約最重要嘅公共交通工具之一。我嚟咗美國之後呢，就一直都住喺史德頓島，以前幾乎每一日都要坐呢啲船去曼克頓返工，所以覺得特別親切。布魯克林大橋 Brooklyn Bridge 喺1883年正式通車，係橫跨東河連接曼克頓以及布魯克林嘅第一座固定橋梁，亦都係當時全球最長嘅懸索橋，被譽為19世紀最偉大嘅工程奇蹟之一。大橋歷時13年先起好，唔單止促進咗東河兩岸交通以及經濟發展，更加為1898年紐約市5區合併奠定咗基礎。經歷咗百幾年嘅風雨，布魯克林大橋至今仍然係紐約最具代表性嘅地標，亦都係美國工程史上面嘅不朽經典。
曼哈頓大橋 Manhattan Bridge 喺1909年正式通車，亦都係橫跨東河，連接曼哈頓唐人街以及布魯克林市中心。大橋採用咗當時先進嘅懸索橋結構理念，對20世紀世界長跨度懸索橋嘅發展影響深遠。而家橋面同時設有汽車、地鐵、行人以及單車通道，充分展現多功能交通樞紐嘅特色。威廉斯堡 Williamsburg 位於布魯克林西北部，1638年由荷蘭殖民者開拓。19世紀憑藉東河優越嘅港口條件，迅速發展成為美國重要嘅造船、製糖、釀酒以及製藥工業重鎮。1903年威廉斯堡大橋通車之後大量嘅移民搬咗入嚟呢度，曾經一度成為紐約人口最稠密嘅社區之一。20世紀後期工業沒落，呢個區逐漸衰退，但係踏入咗21世紀，經過城市更新以及海濱重建，以前嘅工廠以及倉庫鋭變成為住宅、藝廊以及文創空間，發展成為融合歷史、藝術、美食、夜生活以及多元族群文化嘅國際知名社區。綠點區 Greenpoint 位於布魯克林嘅最北邊，因為聚居咗大量嘅波蘭移民以及波蘭裔居民，所以佢又叫做小波蘭。呢度早期原本係農地，19世紀工業革命之後逐漸發展成為造船、製陶、玻璃以及石油工業重鎮。2戰之後工業逐漸衰退，但係近年來隨住海濱重建以及住宅發展，呢度成為多元文化、餐飲以及藝術氣息嘅新興社區，但係同時仍然保留住濃厚嘅波蘭移民特色。聯合國總部大樓位於東河河邊，係聯合國嘅主要辦公所在地，亦都係全球外交嘅重要象徵。總部喺1949至1952年間興建，由多國建築師共同設計。佢嘅所在地由洛克菲勒家族資助購置以及興建。雖然聯合國總部位於紐約市內，但係佢嘅土地以及建築根據國際協議享有特殊嘅法律地位，由聯合國自己管理，美國政府唔可以任意行使管轄權。總部設有聯合國大會、安理會以及秘書處等主要機構。廣場前面飄揚住193個會員國嘅國旗。呢度每日接待來自世界各地嘅外交人員以及遊客，見證咗無數有關世界和平、安全以及國際合作嘅重要歷史時刻。威廉斯堡大橋橫跨東河，連接曼哈頓下東城同布魯克林嘅威廉斯堡，喺1903年正式通車，採用鋼製橋塔同懸索結構，經歷咗好多次大型維修同翻新之後到而家仍然肩負住連接曼哈頓同布魯克林嘅重要使命，每日承載大量嘅交通流量。如果你覺得好難記住呢3條橋係邊條橋打邊條橋其實有一個辦法係好容易記住嘅，就係記住 BMW。呢3條橋由南至北分別係 Brooklyn 橋、Manhattan 橋以及 Williamsburg 橋。
總督島 Governor's Island 面積大概有172英畝，距離曼克頓下城大概只有730公尺，同布魯克林遙遙相望。呢個島最初係原住民嘅狩獵同採集地，後來成為荷蘭同英國殖民地嘅重要據點。自18世紀中葉開始，總督島長期作為美軍同美國海岸防衛隊嘅基地，見證咗美國獨立戰爭以及紐約海港嘅防禦歷史。1996年終止軍事用途之後，總督島逐漸轉型成為公共空間。2005年正式向民眾開放。而家總督島成為紐約市民同遊客遠離城市喧囂，欣賞曼克頓天際線同紐約海港景色嘅熱門景點。愛麗絲島 Ellis Island 位於紐約州同新澤西州之間，曾經係美國歷史上最重要嘅移民檢查站。喺1892年至1954年間，大概有1200萬名來自世界各地嘅移民喺呢度接受身份登記、健康檢查以及入境審核，踏出追尋美國夢嘅第一步。當時移民必須要經過嚴格嘅醫療檢查同面試，而唔合資格嘅就有可能被遣返。隨住1924年美國收緊移民政策，愛麗絲島逐漸轉為拘留中心，並且喺1954年正式停止移民業務。而家愛麗絲島開放為移民博物館，向世人講述移民追求自由同新生活嘅歷史，亦都成為美國多元文化發展嘅重要象徵。自由神像聳立喺紐約港嘅自由島 Liberty Island， 係美國最具代表性嘅地標，亦都係自由同民主精神嘅象徵。呢座巨型嘅銅像係為咗紀念美國獨立100週年，由法國人民贈送，以象徵兩國深厚嘅友誼。並且喺1886年10月28號正式揭幕。自由神像右手高舉火炬，象徵自由之光照耀世界，而左手就捧住刻有1776年7月4日美國獨立宣言日期嘅石板，腳下邊就踩住斷裂嘅鎖鏈，寓意擺脫壓迫以及奴役。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新移民坐船抵達紐約港嘅時候首先映入眼簾嘅就係呢座自由神像，因此佢亦都成為無數移民追尋新生活以及實現美國夢嘅重要象徵。Raise your hand if it's taller than you thought. Taller, taller, raise your hand.